奴婢向昭容娘娘请安。免礼。谢娘娘。孟凡，听说你妹妹在千钩比赛中输了，她还好吗？有劳娘娘操心，孟福正在康复之中。这样就好，你也可以安心了。实不相瞒，孟福好起来之后，还要继续受罚，只怕……奴婢敢问娘娘，可有办法救孟福？你以为我的权势很大吗？您是昭容娘娘，权势当然很大。昭容大，太子更大，皇后娘娘更是手握大权。如果可以帮忙的话，我想太子早就出手了。太子帮不了的，我又能做什么呢？小福他真的很可怜，不过是一场游戏，却要饱受这样的皮肉之苦。娘娘，您向来足智多谋，求求你救救孟福吧。如果今天他有性命之余，看在太上皇的份上，我或许会给你出个主意。可如今呢，他只不过是受些皮肉之苦，我是不会插手的。你要知道，在宫中受苦就是良方，主子气消了，就不会找你麻烦。可是，我真的不能看到妹妹受如此大的痛苦。你真的不可以看她这样吗？那你就攀附有权势的人，让自己的权势也同样变大。你攀附的权势越高，你的权势就越大。在宫中，你不要让别人受苦，也不要让自己受苦。那你就做个手握生杀大权的人吧。生杀予夺，乃天子之权。朕曾经翻手可杀万民，覆手可救苍生。只要大权在握，朕即天下。别给我！哎，你给我接着！哎呀，有一个！来，你再来一个！再来一次！好，来！让我都指。孟凡，你还在担心孟福吗？别担心，刚才我到东宫打听过了，他们说孟福的伤势好的差不多了，你就别担心了。刚好起来，又要受刑，就好像伤疤要被揭开一样，撕心的痛。真的是很痛啊！孟福他受不了这样的痛楚，如今要他一再受刑，真是……萧马，你说在宫中，怎么样才可以有权势？只能是官位越高，权势越大呀。九品是正二品，权势也算大了吧？那当然。你问这干嘛？昭容娘娘说，要救孟福，就要攀附有权势的人。攀附权势也不易呀。昭容娘娘位列二品，有权有势，可是你别忘了，贵淑贤德四妃位列一品，
权势就更大了。而皇后娘娘乃6宫之首啊，母仪天下，权势大的不用说。哦，还有皇上呢，皇上乃是天子，权倾天下。究竟我们要攀附到什么时候，才可以攀到真正的权势呢？没错，翻手可杀万民，覆手可救苍生。只要我大权在握，就可以解救天下，解救小福。小马，你知不知道皇上皇后最喜爱的是什么？来，过儿啊，这是天竺国使臣给母后送来的美药，早晚涂一次，就能使皮肤美艳娇嫩，永远像小姑娘那样。谢母后。女儿啊，娘听说你最近睡眠不太好，午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。母后连此等小事也知道。你是娘的女儿，娘当然知道。有什么心事啊，跟娘说说。谢母后关心，儿臣没有什么心事。没什么心事当然好，如果睡眠不足，可以叫乐师来给你吹奏乐曲，这样舒心畅怀的，有助睡眠。我和你父皇最近都喜欢《霓裳羽衣曲》，挺管用的，你不妨也试试。母后有心了。哎呀，你父皇说呀，好久都没看见你了，你什么时候过去看看你父皇啊？儿臣确实很久没见到父皇了，不如这样吧，明晚请父皇和母后来这里一聚。好啊，娘马上回去跟你父皇说。这块地契就在姑姑的老家沧州，等到姑姑告老还乡之后，就可以安享晚年了。你小小一个宫女，倒也富贵，看来当年在太上皇面前得了不少好处吧？那事情没有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报皇上皇后愁眉舒展，龙颜大悦。我也想在离宫之前啊，让上一局在皇上皇后面前留下好感。那就有劳姑姑了。敬母后，敬父皇。来，父皇。我知道您最喜欢吃掌中宝这道菜，是我特意让御厨教我做的，您尝尝。好，父皇马上就来尝尝这道掌中宝。好吃吗？好吃，果儿真有孝心。好吃就多吃点啊！好，别费了女儿的一番心意。母后，那你也请享用吧。母后自己吃。好吃。女儿啊，你今天还准备了舞蹈啊？啊，是孟凡向何思月提议，找来天竺国首屈一指的舞姬。好。来，跳得真不错啊！
好，你看，跳得不错嘛啊！怎么样？不错，不错，好看吗？舞姿优美，搭配的天衣无缝，看出一片孝心呐。是啊，女儿真有心呐。果儿，你说这都是孟凡安排的？不错呀，啊！你看这个，多好看！真好。好，好，极好，非常之好。朕每人赏黄金10两。谢皇上。既然是孟凡提议的，那功劳可不小啊，就赏黄金50两吧。好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奴婢斗胆，有个不情之请，奴婢不需要黄金。那你要什么呀？奴婢的妹妹孟福，因为在千钩比赛中输了，被杖罚50。上一次已经杖罚了30余杖，因为体力不支而晕倒，休养了很多天才恢复。奴婢恳求皇上、皇后娘娘可以赦免剩下的10余杖，因为奴婢担心妹妹这次撑不下去。原来是这等小事。皇后，免就免了吧。免吧，免吧。谢皇上、皇后娘娘开恩。平身。来，皇上、皇母后，我敬你们。来。真的吗？你真的没有骗我？我干嘛要骗你啊？是真的。可是为什么皇后娘娘会放过我呢？孟福，小马，孟福，我给你带了金疮药。我不用手刑了。真的？这太好了。姐姐以后不会再让你受这种折磨了。在宫中，谁说了算数呢？就算太子说话算数，到最后，我还不是逃脱不了杖罚。放心吧，虽然眼下我没有什么能力，但是假以时日，我一定要让自己有权有势，我就有守护你的能力了。奴婢参见皇上。免礼。谢皇上。这花开得很漂亮，看来你打理得不错。多谢皇上夸奖。这铁树不是已经枯萎了吗？怎么又发出如此茂密的嫩芽？皇上，这都是孟凡的功劳。你竟然可以令他起死回生？都是托皇上的鸿福。人们说，铁树的盛衰预示着栽树人的运气。如今这棵铁树可以重新生长出嫩芽，代表着皇上福上添喜。快跟朕说说，你到底是如何让它起死回生的？朕非常喜爱这棵铁树，一直悉心照料，可是不知道是方法不对，还是哪里出了错。自从它进宫之后，便日渐枯萎，接着
就发生了天灾。铁树本身是喜热怕冷，在京师这种地方是很难生长的，只要在根部放一些铁屑，就可以令它起死回生。就这么简单？就是这么简单。他日这棵铁树开枝散叶，那就代表着皇上的江山，国泰民安，千秋万代。孟凡，好，你这次做得非常好，要什么赏赐？你说。奴婢上回已经得到过皇上的赏赐，奴婢不敢太过贪心，奴婢只求这棵铁树起死回生之后，皇上的江山可以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奴婢就于愿足矣了。一个宫女都有如此为国为民之心，那就是国之大幸。你理应成为表率，成为大家的榜样。今日朕如果未能论功行赏，他日有识之士又岂会主动为国效力呢？孟凡，还不赶紧下跪谢恩？谢皇上。朕该赏赐你些什么好呢？上次你在上一局替朕安排的歌舞很是精彩，朕非常喜欢。朕觉得你在音律和舞蹈方面相当有天分，不如这样吧，把他安排到上一局去。哎，回皇上，上一局何思月正好要回乡颐养天年，不如就由他替补吧。孟凡，从今日开始，你除了继续照顾安乐公主之外，朕赐你上一局思月一职。谢皇上隆恩。起来。谢皇上。好，好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真的是那么回事儿，是我亲眼看见的。你，哦，参见上仪大人。免了。谢上仪大人。上仪大人，决定谁来补替何思月的位置了吗？你们问这么多干嘛？早点知道可以了结心事啊。又不是要你来补替，了结什么心事？哎呀，好了，我们啊就不要再多问了。这有什么决定，上仪大人自会告诉我们的。急什么呀？香莲，看你倒像已经把肉吃进嘴巴的样子啊！你说什么呢？这里啊，人人都是有机会的。谁不知道你呼声最高？记得别吝啬啊，到时候请大家吃顿好的。你们都说够了没有？你们都别指望，人选已经定了。可这里要算香莲最有资格做思月，要不是香莲，那还有谁啊？奴婢孟凡参见上仪大人。奴婢是奉周公公之命来拜见上仪大人的。周公公已经通知我了，你是来接替何思月的吧？以后还请上仪大人多多提点。你都擅长什么乐器？实不相瞒，奴婢对音律只是略懂皮毛。那你为什么会当上思月呢？是皇上要奴婢来的。皇上，怪不得他上次收买何思月，在御前表演霓裳羽衣曲，原来就是为了奉承皇上。看来他早就觊觎思月这个位置了。看来这个女人很有手段。你们都说够了没有？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先行认识一下她们。这是香莲，是这里最能干的宫女。这是水云，这个是秀蝶。孟凡初来乍到，虽然身居思月，却什么也不懂。以后还请各位多多提点。这里就是教房了吗？是啊，这里就是内教房了，主要是管理教习宫廷音乐、指导艺人的地方。
其实教坊共有5处，除了这里之外呢，长安和洛阳都分别设置了左教坊及右教坊。这里主要教习歌舞及散乐，既是民间说的俗乐。至于雅乐，则是太常寺的事，这里是不管的。这里就是宜春院，听说能够进宜春院的人很少，所有重要的角色都是由他们负责演出。你说的对，一般女艺人只能进入云少院当一个官人，技艺最高超的女艺人才能进入宜春院。今天我真是大开眼界了。他们正在练的这个舞蹈，是过2天要去襄王府演出的吗？是的。何思月离开之前跟我说过，2天之后呢就去襄王府演出。这是我第一次负责安排，如果有遗漏的话，请各位多多提点。这活是很烦人的事儿啊，有很多细微的地方需要注意。孟思月新官上任，很容易挂一漏万。不过我们早已经功多艺熟，不如这次的安排就由我们来负责吧。不知孟思月以为如何？这样也好，反正我也不知道从何入手，那就有劳各位了。郡王爷，这是奴婢送给郡王爷的，希望郡王爷不要嫌弃奴婢的手艺不精。太好了，要绣出这幅刺绣，一定花了你不少心血吧？郡王爷喜欢就好了。哦，对了，为什么你会送我刺绣呢？是想用这个来报答我送给你的那张地契吗？那个就便宜你了。郡王爷不问缘由，就帮了孟凡这个大忙。孟凡铭记于心，一块刺绣，只是聊表谢意罢了。本王并非不问情由，而是觉得不必问。本王相信你做的一切自有你的道理。郡王爷，孟思月，那些舞姬乐师还没来，可是宴会就要开始了。那个真的很好看。你们怎么还坐在这里？今天不是要带乐师还有舞姬去襄王府献艺的吗？是啊。那些乐师还有舞姬们呢？全都回家了。你们在搞什么？为什么让他们回家呢？每次教坊出动多少艺人，需要多少乐器，都会列出清单来，然后由孟思月你在清单上盖上官印做实。如果孟思月没有在清单上盖上官印，这万一在表演时候出了什么岔子，可是要负责的，我们可担当不起。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呢？我们怎么知道你连这点基本规矩也不懂？何况我们又不知道你身在何方，这想说也说不成了。我不是已经跟你们说过，我会先去襄王府打点一切的吗？我可没有听说过孟思月您去了襄王府啊，你们听到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你们这是存心陷害我，到底我哪些地方得罪你们了呀？孟思月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我们这些不懂八戒奉承的宫婢，注定被人骑在头上，又怎敢去陷害别人啊？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还不够明白吗？我们3个人都是出自宜春院，百里挑一啊不，千里挑一，万里挑一的1等艺人。我们每人最少懂10种乐器，
在御前献艺不下100次，但结果得到什么？就是一个马屁精，会耍手段的人来当我们的4月，骑在我们头上耀武扬威。哎呀，我真是后悔，当初就不应该不眠不休的去学什么音律啊、舞蹈啊，应该学怎么样拍马屁。就是。姑娘，能不能帮我个忙啊？是这样的，我现在特别需要你们这些民间艺人跟我去王府里演出，你们能不能帮我这个忙啊？那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下其他的人呀？我真的特别着急，我会付你们钱的。那要不是知音呢，就枉费射箭了。书接上回，丁兆辉上前一闯。只见那孟大汉手起刀落，咵嚓，尸体分成2半。那姜也还是要跟我走。哎，马下，嘿，这个人呐，40几岁年纪，他的这个身材啊并不高啊，长得还挺瘦。哎，那2只眉毛啊，就跟那秃毛笔似的；2只眼睛呢，跟枣核一样；鼻子长得像大蒜；那2只耳朵呢，长得跟这猪耳朵差不多。你说这人长成什么模样啊？他头戴金盔啊，骑着马耀武扬威，趾高气扬，面有傲色，那嘴都撇到后脖干。玄德赶紧上这旨意公道呀，说我是安西县尉刘玄德，迎接大人来迟。嘿，那尤都把马勒住，他没有搭理玄德，嘿，连看都没看一眼。他转过脸来问他身边的那个亲随，说：“安西县城距离此地尚有多远呢？”啊，禀大人。如此仓促之间，你还可以让我看到这么丰富的民间献艺，实在是令本王刮目相看。郡王爷，您就不要笑奴婢了。不过说真的，就凭你的才智，只是担任一个司乐，实在让本王觉得大材小用啊。可是奴婢新官上任才几天，今天差点吃不了兜着走，以后的日子还真不知怎么熬过去呢。吃得一回亏，就学得一回乖。不上高山不知平地，等你登上高山以后，手握大权，那个时候他们就不敢对你怎么样了。孟凡只希望可以救天下，守护小福。义德呢，这才把这股火给压下去。哥几个没办法，只好跟着后边跑吧。云长和义德心里那个气呀！真是太不像话了。是啊，哪有这样的？几位代诏师傅，你们这么快就把曲练完了？我们今天不练了。对，不练了，不练了，不练了。为什么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？你自己去问问那些丫头吧。你自己问问吧。我们走，自己去问。走。太不像话！你们别走啊！是谁把乐师惹恼了？你们知不知道这样会把练习搞砸的？这新官上任只是几天，便等不及要向我们端一副臭架子来。哼，就是小人得志，真叫人受不了。我只是想弄清楚而已。这里怎么这么乱啊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们没把这里整理好，所以惹得乐师生气了。我们这一大早可有很多活要忙，哪里腾得出那闲工夫来呀？可是我刚才并没有看到你们在忙啊。参见上一大人。我可没心神
来多管你们这些琐碎是非，统御他们，分派日常差事，是你的职分。如今所见，你显然无法好好履行这个职分。你作为司乐，竟然领导无方，无以服众，这只能证明你不足以胜任。圣医大人，圣医大人，这是犯了哮喘，哮喘病，这是大人的老毛病。快，圣医大人，圣医大人，圣医大人，慢走，慢点，快走。哮喘。在这里，常见的都是落井下石、趋炎附势的人和事。只有小马你对我们姐妹俩，从来都是扶危救困，雪中送炭。哎，刚进宫时面对这样的人和事，你们会很无奈，但现在你已经不会那么容易认命了。要是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，又怎么样去守护小福呢？可要在这个风高浪急的宫中有立足之地，又谈何容易？想要守护小福，守护朋友，守护天下人，那必须要有权有势。可是我现在连上一局那几个宫女也不能收服，还被他们整得好惨。哎，小帆，你可以去求助一个人。什么人？上食局的云霞姑姑。你们当中到底是谁那么大胆，竟敢把膳食给偷吃了？既然没人敢出来挺身认罪，云霞，你身为长膳，应负重要责任。如今我只来问你，你给我一个交代。是云霞管教无方，云霞甘心领罚。你看看，你们的云霞姑姑对你们是多么爱护，你们就忍心看着她带你们受过吗？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还没有人出来认罪的话，我就把你们一起治罪。啊！上师大人，都是我的错，你要罚就罚我吧。不是我，真的是我。丹华，你为什么要替我认罪？上师大人，是因为我一时嘴馋，所以我才偷吃了一颗四喜丸子。不是，是我，不是他，真的是我。算了算了，你们起来吧，你也起来。算了，看在你们姐妹情深的份上，这次的事我就不再追究了。谢上师大人开恩。你们且慢高兴，御膳被人偷吃了，周公公还要等我给他一个交代。你们倒替我想想，我该如何向他回报？上师大人。孟凡，你来了。上师大人不用担心了。你有好办法吗？上师大人大可以跟公公推说，那道菜是做来给公公试食，并不是真正的御膳。就说是宫女弄错了，那我们就不用太担心了。虽说并非上策，但仓促之间，也只好将就着蒙混过去了。想不到香莲、秀蝶他们竟是这般气焰嚣张，目中无人，真太不像话了。我自己确实也有不足之处。他们都是于尚仪的心腹，只服膺他一个人。于尚仪这个人，虽然精明老练，为人还算正直，却只是心胸狭隘，锱铢必较，眼睛里揉不得半粒沙子。这么说来，要跟他们相处，确实不是件容易事。要收揽人心，
其实，说易不易，说难也不难，无非是立之以威，施之以恩。所谓恩威并施是也。要我施之以威，我实在办不到；若要施之以恩，这谈何容易？香莲等人还好对付，倒是这个于上仪，实在是琢磨不透。对了，您说于上仪心胸狭隘，这么说来，跟他相处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姑姑，你了解于上仪吗？我对他也所知不多，只听说他这个人呐，对谁呀都不买账，而且他跟冯尚时的关系也闹得不大和睦。有这等事？我也是辗转耳闻得来。我听说他们进宫之初，也曾有过一段情欲姊妹相濡以沫的友谊，后来不知怎的，却为一点小事就反目成仇，从此针锋相对。小凡姐，小鱼，云霞姑姑，云霞姑姑，这个香囊送给你，算是答谢您的搭救之恩。你以为这点小恩小惠就可以抹去你的罪状吗？再有下次，小心你的脑袋不保。我知道，这次又是小鱼嘴馋贪吃惹事，小鱼今后一定谨记，不会再犯了。你呀，贪吃的几乎连命都不要了。我看呐，宫里头最贪吃的就属你了。谁说的呀？香莲那个丫头跟我一样贪吃呢。香莲，你认识她？当然了，她跟我是同乡呢。她呀，还一直羡慕我在上食局，说我可以进厨得食，不像她在上仪局，还常常向我抱怨他们的食供啊，比我们要粗陋得多呢。宫里各宫局的食供，不是一向有内侍省分配的吗？这一切说穿了还不简单，无非是关系作祟罢了。于上仪向来跟内侍省有些过节，内侍省自然私心自用，厚此薄彼了。黄公公，你有没有弄错？怎么了？这个月东宫的份额就这么一点点？没错啊。你别开玩笑了，这一点点灯烛怎么能够东宫上下使用呢？历来宫中各府应配的每月灯烛份额都是由我们内侍省定下来的。如果你有异议的话，不妨直接去找周公公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摆明了就是欺负人啊！小福，干嘛跟黄公公动气啊？姐姐，你来的正好。这大胆的奴才，他竟私自克扣东宫的灯烛，干嘛为这点小事跟他一般见识呢？这狗奴才，他分明就是看到太子不得皇后娘娘欢心，所以才如此大胆，对我这个下人根本没有半分好脸色。这便叫做落毛的凤凰不如鸡，凤子龙孙，金枝玉叶，一朝失势，尚且如此，何况是我们？孟凡，来，这是你们的。谢公公。小月姑娘，这是你的。谢公公。黄公公，你这不是厚此薄彼吗？算我倚老卖老啊！我劝你一句，你还是先学会识时务，安分做人吧。你，小福，黄公公，其实孟凡还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，是有关上仪局姐妹们伙食方面的问题。是不是丫头们对此有些怨言呢？不瞒公公说，确实有过怨言。喂，我怎么没听于上仪提过此事呢？孟凡猜想，
可能是于上仪自知上次对黄公公有不敬之处，不好意思提及罢了。其实孟凡这一次来，是于上仪特地让我过来，想请黄公公帮忙斟酌，改善伙食问题。我来之前，他还千叮万嘱，要对公公不失礼数。黄公公是明白人，不如见好就收，卖上一局一个顺水人情。没问题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孟凡在此拜谢了。岂有此理！我招谁惹谁了？连小狮子也欺负我！对不起啊。狗仗人势。内侍监周公公是皇后娘娘的人，而黄公公是周公公的人。你是哪个主子的人？只怪我时运不济，未能择木而栖。时也命也，我也只不过是想劝你想开一点而已。我们这些做宫婢的，就要听天由命，就要受人摆布吗？我们的命只能牢牢依附在主子们的身上。主子一天不得势，我们又怎会有熬出头来的一日？除非你能扭转乾坤，让不成气候的主子成大器，手握大权。这忙活了大半天，终于又到了吃饭的时间。哎呀，我可要好好的进补一下。进补？你以为会有猪牛羊还是鸡鸭鹅？今天吃的还不是咸菜白面或者豆干萝卜？就是啊，别的局里姐妹们都有40鲜果鱼肉可吃，哪像我们啊？就是啊，可不是嘛。哎，也许他们就是怕我们吃的太好，把身子养胖了，干起活来就不够勤快了嘛。你们别顾着干嚼舌头了，我肚子都快饿扁了，快去吃饭吧。走。是饿过了头，眼睛花了吧？奇怪，今天又不是3节2寿，怎么菜肴这么丰富啊？哎呀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咱们快坐下吃吧。怎么样？今天的菜好不好吃啊？好吃。我明白了，原来是有人从中做了一番手脚啊。没错，我的确是跟黄公公托过人情。原来如此啊，看来是有人在向我们讨好卖乖，以为这些小恩小惠，我们就会感谢他。姐妹们，你们可不要上当受骗啊！这可叫我们有点领受不起了。哎呦，我忽然觉得肚子疼，先不吃了。哎呀，我也疼。是啊。哎，你们别走啊！这是我精心调配的菜，不吃会饿坏肚子的。小凡，你从上虞局回来了，过来帮我看看，这匹是父皇刚赐给我的公丝，手工如何？挺好的。你怎么了？莫不是上虞局的差事太多，把你累成了这副样子？差事还好，就是嫌弃难受。难道是于上仪给你嫌弃瘦了？跟我说说，看我能帮你些什么。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只是他们始终把我当外人，这也是没法子的事。你跟他们本来就不熟嘛。
听说那个于尚仪，好像很难套交情的。他是一个性情偏激的人。依我看，他之所以处处针对于你，恐怕是顾忌着你得到了父皇提拔，生怕你终有一天会威胁他的地位。如果他真有这样的想法，就算我再怎么示好，再怎么忍让，他都不会接受我的。可不是嘛！哎，小福姐来了。哎，等一下再跟你们说啊，等一下。小福姐，你回来啦！哎呦，看你这个样子，一定累坏了吧？我烧了水，洗个澡吧。你这丫头，没事献什么殷勤啊？姐姐，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呀？娟儿一向对您都是尊敬有加，情同姐妹的嘛。我真的好佩服你，你说这话也不知道害臊啊？是不是有求于我啊？说吧。姐姐是这样子的，我知道小凡姐被调到上仪局当司乐，君儿呢只是想让小福姐在小凡姐面前替我美言几句，也把我调到上仪局去呀。当初我被派到贵妃娘娘那儿的时候，你不也是摆这种肉麻的嘴脸来面对我吗？之后我被派到太子府，你就变了一个人似的。怎么现在有求于我姐姐，才想起我来啊？怎么了，孟福？人情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又何苦把这话说到这份上？有这个必要吗？对你这个墙头草就有这个必要。想让我帮你说情是吧？你别做梦了。好，这个臭丫头，你现在所傍的这个主子，只是皇后娘娘一个不高兴，随时就可以被废掉。主子尚且如此，你凭什么盛气凌人啊？我就是盛气凌人！你别打我了！别打了，打我上来了！你别打了！就打你！我跟你滚！全都给我住手！我们的命只能牢牢依附在主子们的身上。主子一天不得势，我们又怎么会有熬出头来的一天？除非你能扭转乾坤，让不成气候的主子成大器，手握大权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扭转乾坤。启奏皇上，户部进奏，前次开库赈灾，国库以左右支出，近来为筹措金城公主和亲吐蕃的一应开支，更是所费不菲。臣以为要解国库燃眉之困，唯有加征赋税。加征赋税，此事关乎民生大计，事关重大，务必要慎重考虑。众卿家有何高见？启奏父皇，儿臣认为父皇登基未久，此时亦广施恩泽，布于天下，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，以彰显父皇的圣王人治。此际千万不能贸然加重赋税，增加百姓的负担，怕会引得百姓们怨声载道。那么，不加赋税，太子你有何妙策，以济目前国库窘急呀？这，儿臣尚未想到对应之策。无论如何，千万不能加重赋税，
儿臣相信，再给儿臣一些时间，绝对有可行之法。太子既然认为如此，那就把这个重任交给太子吧。皇儿啊，既要不加赋税，又要让国库得到收入，全看你的啦。母后请放心，儿臣定当不辱使命。怎么样，我这招高明吧？高明，高明啊！那小子一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团团乱转呐！谁让这小子不知好歹，咎由自取的，在满朝文武面前大言不惭，说什么不加赋税也能增加库收。哼！如果到时候他交不出来，看我怎么治他的罪。哼，我看他呀，他也只能加征赋税，增加了税收，必大失民心。到那时候，百姓怨声载道，我们就把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。这样一来，皇后想废他一事，那岂不是轻而易举呀？哎呀，话虽如此啊，可是这小子跟太平公主连成一党，跟项王父子也是颇有一定的感情啊。要真想废掉他，还真得费一番功夫啊。各位卿家，本太子此次找你们前来，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一事，想与各位商议一番。回殿下，其实自古以来，国库之源均离不开以开征地方各类赋税为主，诸如田税、户税、关税、盐铁、市阙之税、杂税等等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除了增加赋税之外，难道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殿下，这别的办法当然不是没有，大都是缓不济急，而且纵有所得，亦只如杯水车薪呐。依你所言，这次岂不是本太子自讨苦吃，自找麻烦是吗？这知命者不立乎危墙之下。殿下明知皇后娘娘心存挑衅，仍然临危受命，虽然有些轻率，不过还是值得一赞呐。其实殿下大可效法太平公主，后退一步，忍耐3分，就不会有如此烦恼。好了好了，讲了半天，什么结果都没讲出来，都下去吧。臣等告退。太子殿下唉声叹气的，也无济于事啊。不如心平气和的，这样子才能从长计议。国库空虚，此乃国家大事，那些大臣个个只知道明哲保身，竟然还说我是多管闲事。闲事？这是闲事吗？他们全都是太平公主身边的愚昧之臣，怎么可能真心真意的为太子殿下出主意呢？其实，以殿下才智，就算没有他们，也可以成事。所以殿下千万不要放弃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我绝对不会放弃。可目前最大的难关，是要想办法增加国库的收入。先父从前是个武功，他曾经为不少客死异乡的突厥商人入殓安葬，知道他们一向以牲畜换取大唐的布帛绢增等物，带回突厥图利呢。你说的不无道理，可近年来我两国交战连连，这边关互市早已断绝许久。战争对许多人来说也许是场灾难，但是对很多商人来说可是大好的机会。你的意思是，既然互市断绝，我国商人肯定会囤积不少的货物。如果此刻低价大量购入的话，到时候互市重开，退兵停战，那么殿下不就可以大大的赚一笔，充实国库了吗？可是突厥和我大唐
何时会休兵，这没人说得准啊。难道殿下忘了金城公主和亲之事？突厥连同吐蕃犯我大唐，倘若我与吐蕃和亲之事成行，吐蕃自会退兵。如此一来，突厥无法孤军进攻，他们不得不休兵。这么做，既能够增加国库的收入，又不用增加赋税。好，这个办法好啊，真有你的。孟父，谢谢你。这件事如果真行，就不用增加赋税了，这对百姓是一件天大的好事。这个办法确实可行，确实可行。殿下英明，此计果然大妙。不过，此计是否能够成功，关键还要取决于时机。如买进布帛券增之后，朝廷就议定公布金城公主和亲吐蕃的日子，事情必如殿下所愿。可是此事迟迟不能做实，突厥与大唐战事不休，买卖不成，到时可要吃大亏了。自从公主答应和亲，未知何故延至今天，大婚之日遥遥无期，这真是一大难题。荣基，你可否去打探一下，大婚之期定在何时啊？殿下请放心，我会尽力而为的。不过，此事变数甚多，如果时机不对，犹如自掘坟墓，自寻死路。所以，殿下，您还是要多加谨慎。要知道，皇后娘娘……我当然知道，皇后娘娘是故意要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丢给我，存心让我难堪。可这事关重大，是关乎百姓的生计，我怎能置之不理呢？如今，充军早已骑上虎背，毫无退路。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努力，尽其人事，听其天命了。说得好。各位乐师辛苦了，不如先休息一下，用点茶吧。好，多谢。客气了，孟思月。自从你到任之后，教坊里不论丝竹管弦，都比往日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因为这个，我们每天都练得非常来劲儿。是啊，这算什么呀？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喝好了没？你们千万别见怪，都怪我不好，平时把那帮丫头宠坏了。孟思月，那我们先告辞了。告辞，告辞了。诸位乐师慢走。孟凡。上仪大人，这些日子以来，我冷眼旁观，已经观察了你很久。你知道吗？孟凡知道。那我问你，我到底察觉了一些什么？我察觉到的是，你跟这儿完全格格不入。既然如此，我认为你应该认真的考虑一下，自己到底适不适合留在这里。上仪大人还是认为孟凡不能胜任司乐这个职位吗？不错，可是孟凡却不这么认为。刚才那些……你这个不知羞的丫头，只不过是几句好听的话，你就沾沾自喜、自高自大起来了吗？你给我好好听清楚了，这里的宫女谁也不服你，这足以证明。上仪大人怎么了？是不是哮喘病又发作了？上仪大人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些了没？
谢了。对了，孟凡知道一个可以治哮喘的药膳方子，那是一道灵芝粥的方子。那用灵芝、粳米、核桃粉加水煮开之后呢，再用文火熬稠，服用之后啊，可以治哮喘，还可以补肺肾。不如以后，孟凡就给您试试这道药膳方子。好，谢了。小番姐，煮好了没有啊？小番姐，你快点啊！快了，差不多了。小番姐，快点吧！冯上师没多久就会来巡查了。要是他发现你用过厨房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帮我一下，盐在哪儿啊？在那儿呢。我去帮你看着啊。呀，小番姐，你怎么把盐给洒了呀？一会儿你帮我弄啊。小番姐，你怎么放这么多盐啊？多放点盐才够入味儿嘛。这，哎，我回去了，你们清理一下。上士大人，怎么回事？是刚才上一局的孟凡来借用过厨房。哦，你也有掺和的份儿。他借厨房干嘛？说是做一份灵芝粥，孝敬于上仪。灵芝粥，这丫头一定知道灵芝粥对哮喘病人有一定的功效，算她一片苦心。哦，这个是刚才孟凡煮粥的时候不小心把烟罐打翻了。你说孟凡往粥里放的盐？是啊，放了多少？放了这么多，放了这么多。什么呀？哎呦！快收拾！怎么回事啊，小鱼？不知道啊。上仪大人，粥煮好了。来，这就是你煮的灵芝粥啊。果然有灵芝的香气。快点吃人喝吧。等等，这粥吃不得。冯上师，什么风竟然把你给吹过来了？这么多年没见，你这臭脾气似乎一点没改。对，我可不像你那么投机钻营，自然也不及你在宫中那么吃得开。你到这里来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我来，是来看看你到底病死了没有。哼，那真要谢谢你的关心。放心，我还没病死。今天是还没死，我看呐，你也离死不远了。你，上仪大人，别生气。就是要死，我也求老天爷保佑我，比你多活几年才死。瞧你这副臭德行，就算你多活几年，他招你的坟头前，还是连一个烧香祭奠你的人都没有。你这个吃口毒蛇的恶妇！上仪大人，不好了，上仪大人的哮喘病又发作了。上仪大人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
怎么样，好些了没？好些了。哼，明知道自己有这个臭毛病，也不改改那副臭脾气，真是活该。你不要以为这样，我就会领你的情，感激你。谁稀罕你的感激？刚刚才缓过一口气来，就说这么多话，你还是省点力气吧。闭上你那张臭嘴！你，我偏不听你的，你能把我怎样？啊！别激动啊！别生气。还有你，说到这里，我还没有教训你。你可知道，患上哮喘病是不宜吃太多盐的，否则会加重病情。啊！奴婢知罪，奴婢不知道，原来如此。幸好冯上师及时赶过来，救了上仪大人，救了奴婢，奴婢感激不尽。姑姑笑什么？想不到你使的这一招还真是厉害，居然轻描淡写的就让冯上石和于上仪冰释前嫌了。姑姑，你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不过你姑姑我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我老早就看出这里面有古怪。我知道你是费了不少功夫才找来这个药膳方子，又怎会连吃盐太多对哮喘不利也不知道？姑姑，你这才叫做厉害呢。没错，其实呢，这都是孟凡的安排，故意让冯上石发现于上仪有危险，所以能情不自禁地去救他。只是这一招未免也险了些吧？你又怎知道冯上石定然会赶过来阻止呢？那一次，我亲眼所见，他看到小玉跟丹华二人之间互相维护，所以就存心放过二人。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闹得那么僵，主要是他们双方都没有找到一次机会，我只不过给他们创造了这个机会而已。从今往后啊，你在上仪局的日子也会好起来的。但愿如此，我还真的希望好过一点，这样的话就可以轻松一些了。皇上，近来山东几个州府连发旱灾，饿死病死的百姓总计数千，看来朝廷又要赈灾了。国库空虚，如何赈灾？皇儿，充实国库一事进展得如何？启禀父皇，此事已在进行当中，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方能见效，还请父皇安心等候。真的吗？皇儿啊，安心等候。你要知道，多等一天，这山东、河北的老百姓要多死多少啊！哎呀，如果你没有办法，就说出来吧。我想，在朝的文武百官是不会怪罪于你的。到时候要是灾情扩大，无计可施，那我和你父皇就没有办法维护你了，是吧，皇上？皇后所言极是啊。母后请放心，崇俊要是不能顺利完成此事，崇俊愿去太子之位。太残忍，太随意了，不能这样儿戏。皇儿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皇上，我想这次太子一定是有十足的把握，你不用太担心了。皇儿啊，难为你有这番苦心了，那就放手给你了，大胆的去办吧，啊！皇上，天灾连连，似非福兆，金城公主和亲一事，
不如及早操办，冲一下喜，或许可以化戾气为祥和。未尝不可。此事一来可以与民同乐，百姓不必终日愁眉苦脸；二来可以与吐蕃化干戈为玉帛，两全其美。敢问皇上，打算什么时候让公主出阁？皇上，金城公主远嫁吐蕃，这件事情十分重大呀，里面的相关事宜，件件都和我们大唐的国体有关，半点都马虎不得呀。再说，公主远嫁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再相聚。试问皇上，你难道就舍得？所以，公主大婚之期，本宫决定到后年的春天再议。真要这么久吗，皇后？那为什么要那么急呢？围山9人，功亏一篑。胜负之事尚未可知，太子殿下，我们还是有机会的。3年之后，这些布帛丝绢，就像肢残粉退的女人一样，无人问津了。你说，我们还有机会挽回吗？太子不是说过，你已经骑上了虎背，没有退路了，只能尽其人事，听其天命吗？隆基不也说过，若是真的时机不对，犹如自掘坟墓，自寻死路一样。我以后正笑着等着为我收尸呢。不到最后一刻，一切胜负还未可料定啊。恐怕已经是最后一刻了。此言尚早，要不赌一把？赌什么？一个馒头。虽然这次你我已经把所有家财全压在这里，但我相信，就算全亏了，我想一个馒头，你还是给得起我的。看吧，太子殿下不还是挺有自信的吗？只要信心不失，我看我们俩总还是有机会的。殿下，别再喝了。你就让我喝个痛快，喝到醉死好了。你说，我现在除了借酒消愁，还能做什么？无论如何，天无绝人之路嘛，事情总会有转机的。奴婢实在不想看到你这个样子。殿下千万不要忘记，你是太宗皇帝的子孙，又是太上皇的至亲血脉，他们全部都是非常杰出的雄才，你千万不能辱没他们。还有，你是大唐未来的皇帝，你登基之后还要处理很多事，日后还有大大小小的事等着你去处理，你怎么可以因为这些小事而被击垮呢？福儿，你错了。这一次，我要是输了，就得赔上我的太子之位，我就一切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你叫我怎么振作？你叫我怎能不消沉？
银叶无月，水面无波。不知郡王爷看到的是什么？银叶无月，是因为乌云遮月；水面无波，实则是暗波汹涌。看来郡王爷有心事难决。殿下，你就当福儿求你了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既然你知道前面已经没有退路了，那就应该把所有的勇气还有信心拿出来做最后的一搏啊！我实在不想听你再说一些丧气的话，我只希望你可以试着在心中一遍一遍地说，为了你自己，为了列祖列宗，为了大唐江山，还有苍生百姓，又或者为了福儿，你绝对不能就这样倒下来。为了我自己，为了列祖列宗，为了大唐江山，为了苍生百姓，为了福儿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原来如此，这件事情听起来的确有点棘手。此事不但关乎太子地位的安危，更关乎大唐今后的国运。你叫本王怎能不为此心急如焚，坐立不安？不过奴婢看郡王爷的样子，全然不像心急如焚、坐立不安嘛。眼下太子已经是备受打击，如果本王也显得手足无措，那可真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。不过无论本王如何从容，如今身陷困境已是不争的事实。郡王爷与奴婢初次见面的时候，表现出那种让人折服的冲天志气，以及拔山气魄，又去了哪里？也许是离开这里，休养生息去了。郡王爷，你还真能开玩笑。那也不至于无药可救啊。郡王爷博学多才，应该知道穷则思变，变则通的道理。凡人之情，穷则思变。若然只知固守一隅，不知其余，又怎能稳操胜券呢？你的意思是？有变化就有机会，一线生机往往就藏匿在变局当中。穷则思变，变则通。既然此路不通，那为今之计就是绕道而行啊。绕道而行。与其守株待兔，不如争取主动。我们一定要尽快把那些布帛卷增给卖出去，不管是卖到突厥还是西域，只要货物有价，何愁卖不掉呢？虽然不保证能赚到大钱，但是可以保住本钱啊。与其守株待兔，不如争取主动，尽快把那些布帛卷增全都卖掉。不管是卖到突厥还是西域，只要货物有价，就不愁卖不掉。虽然说不可以大赚一笔，但至少可以保住本钱。殿下，你已经想好了把这些货物送到哪儿吗？我已经决定了，与其坐以待毙，倒不如孤注一掷。虽然现在我大唐与突厥正在交战，可突厥的民间还是非常需要这批布帛卷增，更何况与我们交战的只是东突厥，所以我打算把这批货亲自押送到西突厥去。这样的话，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。果然，看来我与太子殿下英雄所见略同。是吗？
你也打算把货送到西突厥？不，殿下，我打算去的地方是吐蕃。吐蕃？西突厥与我并未交战，要把货物送到那儿还不算太危险。可吐蕃与我现在正在兵戎相见，你这么做，岂不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吗？哼，有道是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吐蕃虽然正在与我大唐交战，可其实在他的境内，各部族之间互相角力，所以吐蕃赞普才会遣使入唐请婚，其目的是想借我大唐之力，巩固其自身的势力。可如今母后已把大婚之日定在3年之后，吐蕃岂会善罢甘休呢？正因如此，隆基才要去吐蕃。吐蕃的物资其实并不富饶，如今我为他们带来如此大宗的买卖，既可以显示和亲的诚意，还可以充实吐蕃的物资。如此众多的物资，必然会让吐蕃赞普欣喜若狂，这对平息两国的干戈实在是大有帮助。这样一来，突厥眼见吐蕃与我大唐共结秦晋之好，一来可以逼得突厥不得不退兵，二来亦可解决我国库的燃眉之急，可谓是两全其美。好，这个办法好，隆基，就这么办。走。哎，殿下，我们先不必带货物，先把交易谈妥，回来之后再把货物送去也不迟。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？其实此策也并非是十全十美。万一吐蕃赞普当真对大婚之日极为不满，我们这样做无疑是送羊入虎口，搞不好最后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。有道理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隆基，此行你别去了，我一个人去就行了。太子位高任重，岂可？隆基，此行其实是暗藏风险。如今父皇昏庸，朝纲又被武三思和母后2人把持。说实在的，我这太子之位恐怕也做不长了。你才是我大唐社稷不可缺少之臣，我大唐怎能同时失去你我2人？可是，别可是了，临淄郡王，你有承兴天下之志，万一此行本太子遭遇不测，匡扶大唐之众人，就委托于你了。臣自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绝不负殿下所托。小福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姐姐，我在为一个人祈祷。是谁能有这么好的福气啊？